人们在追求幸福的同时，却又钟爱暴力，向往毁灭。前任赤王加巨多可谓是毁灭和暴力的化身，张宇迅拼尽全力也没能阻止对方的圣剑坠落。年幼的绿之王和猫儿被爆炸波及，失去了所有蒙尘的灰之王跪在废墟中哀嚎。当时尚且年幼的下任赤王在远处看着一切毁灭，他终究也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周方尊从梦中惊醒，安娜从他腿上爬起来，说自己梦到了加巨都陨坑的灾难。因为他的感应能力，身边的尊也做了相同的噩梦。一个王死时拉70万人上路，死的可真是风光啊！安娜问他是否渴望得到自由，什么才是自由？尊总觉得自己像是被束缚在笼子里，他想冲出这间笼子，尽情的施展欲望。但是他的朋友蒙尘都和他一样被关在笼子里，他不讨厌这个笼子，所以才更觉得窒息。12月8日是安娜11岁的生日，费武罗的众人计划着要给安娜举办一个惊喜派对。几个大老爷们盘算了半天，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还是出云提议每人给安娜送上一朵红玫瑰。等全都送完，安娜的手里就有一大捧玫瑰花了。安娜其实全都听见了，红着脸默默退回来，当作不知情。晚上，出云和多多良拽着尊去吃饭，多多良给尊点了杯草莓气泡酒，顺便和他说了给安娜过生日的事，还怂恿着尊和他们一起送花。安娜刚来的时候才7岁，相比之前，她的表情要柔和多了，性格也越来越好。不算帮派斗争的那些家常便饭，最近盟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安逸道都有时间准备生日派对了。多多良问尊是否觉得不满足，尊刚当上王的时候，可比现在要艰辛的多了。当时的氏族成员只有出云和多多良2人，不仅被黑帮盯上，不懂得控制力量的尊还有随时暴走的风险。崇拜加巨多，并且希望成为下任赤王的暗山，当时经常找他们的麻烦，却也正是这个契机让尊成为了王。尊又提起了自己被安娜的感应能力影响，做了关于加巨多王权爆发的梦。如果让暗山当上了赤王，陨坑的噩梦估计又要重演了，能够把一切都摧毁，其实是件很吸引人的事情。就算是普通人也会时常这样想，破坏束缚自己的枷锁，重获自由，或者明天就是世界末日。但就算对现实再怎么不满，偶尔会闪过破坏一切的念头，但大家还是舍不得其中的美好，还是会对明天抱有期待。默默地看着出云和多多良吵嘴，牢笼外烧着火的加巨都渐渐的离尊远去。吃完饭后，多多良独自前往便利店，在路上和还没被附身的小白擦肩而过。安娜生日在即，费武罗全员出动，给他们的小公主挑选礼物。尊气势汹汹地冲进一家礼品店，思考片刻后，面露凶相地朝着一只玩具熊伸出手，2只手同时握住了玩具熊。尊抬头一看，正好和一身长服的市长大眼瞪小眼，2人同时松开玩具熊，开始互怼。尊要给安娜送礼，市长同样也是来给亲戚家的孩子挑选礼物。市长笑尊一身反社会气质，还会到礼品店购买小熊玩具。尊嘲讽市长这种人居然还有亲戚，他们在身为王的同时也是普通人。市长很高兴能看到赤盟如此的其乐融融，也真心祝福他们能够幸福。因为尊在群体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好歹还是社会的一份子，但一旦尊身为王的劣根性显现，他就有可能要被迫拔剑。尊觉得市长不过是在牢笼中自立为王，连别人的生活也想插手。市长警告尊，他所谓的牢笼之外根本就不是人能生存的地方。尊没有反驳，转身离开了礼品店。他又何尝不知道8天尝试派对料理失败后，气冲冲的连本走在路上，天国号飞船飞过头顶，身边的小孩子一个劲地举起手里的蜡烛 APP。8天不禁怀念起当年的自己，当时的他们像傻瓜一样追着飞船跑，以为只要能搭上飞船，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。但是当时和他一起追飞船的人已经走了。多多良拿着相机出门拍夜景，正巧尊也出门买烟，星星和街灯在夜景下都很美，远处有一闪一闪的红光，那是蜡烛 APP 所发出的明亮的光。如果生活不如意，只要拿着蜡烛对着飞船，他就会把人接上天。第一王权者的飞船划过夜空，多多良拍摄夜景的时候，偶尔会遇到那些举着蜡烛的人，他还挺喜欢和他们交流的。在赤盟这个集体里待久了，听别人说话就好像能窥探到其他世界的奥秘。会点蜡烛的人多数是因为某事而痛苦抑郁，只要一搭话，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烦恼。有些人发泄完情绪就会轻松许多，而有些人反而会更加激动，嚷嚷着要毁灭世界。但正因为他们都狠不下心逃离这个世界，才会向飞船求助。尊问多多良是否也对飞船感兴趣，多多良说他只有对尊和大家在的地面感兴趣。尊默默地笑了，他似乎放弃了追寻牢笼之外不存在的自由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事物，不过是尊没有发现而已。多多良笑着表示自己会用相机把那些都带给尊看。此时的无色已经在绿之王的安排下附身上了小白。作为尊早期的盟臣，多多良不具备武力，但却能轻松驾驭那些暴躁的成员，再加上他独特的人格魅力，是可能失控的赤王的保险装置，所以又被出云称为驯兽师。为了吞噬七王，成为最高之王，乌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了多多良。乌色在被石板召唤成为王之前，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，正因为透明，才能被染成各种颜色，再转移到各种人身上，吸收了许多人的记忆和精神，最后成为现在的他。他是人类的集大成者。如果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是黑色的，那么这也就是人类的本色。将玫瑰花和礼物
都准备完毕后，费欧罗的大家离开了酒吧，期待着明天热闹的生日派对。在加入赤盟之前，他们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这样幸福。和尊道晚安后，安娜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明天的到来。多多良将一支玫瑰递给尊，让尊明天送安娜，祝她生日快乐。他自己则又带着相机出门。之前看到城市上空蜡烛，他总觉得像是特大蛋糕上的生日蜡烛，所以想拍给安娜看看。同伴们笑着跟他说明天见，却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永别。天台上拍摄夜景的多多良被蹲守他的乌瑟一枪打中腹部，相机摔落在地。他和多多良无冤无仇，但只有多多良死了，他才能成为唯一。7个王，7条道路，7个故事，全部都由他来吞噬。乌瑟狂笑着高举蜡烛，遮天蔽日的飞船从头顶划过，天台上只剩下了倒在血泊中的多多良。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却因伤势过重再次倒地。他害怕乌瑟对自己的同伴出手，颤抖地掏出手机想要打给尊，但最后还是拨通了出云的电话。然而电话刚接通，多多良就因为力气耗尽拿不动手机。走马灯在眼前不断闪过，和尊以及出云相处过的点点滴滴。赤盟逐渐增多的伙伴们，他这一生过得很幸福，只是遗憾自己没机会和安娜说一声生日快乐，眼泪不由得流出眼眶。王他会不会因此生他的气呢？通往天堂的道路尽头，年少的尊站在那里朝他微笑。多多良听不见电话里出云和八田焦急的呼喊。夜晚的天空澄澈明朗，一只红色的蝴蝶翩然飞上夜空，玻璃珠碎裂。安娜似有所感地睁开眼，眼前多多良的身影逐渐消失。等到出云和八田赶到的时候，多多良已经永远闭上了眼。八田抱着多多良的遗体痛哭，出云沉痛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尊，他会带着多多良去找尊。得知了多多良的死讯后，安娜伤心地哭了出来。她突然感应到了什么，扑上去紧紧抱住了沉默的尊。Scepter 4这边也很快得到了多多良遇害的消息，出云将消息透露给了市里，这是氏族之间的纷争，他们会自行解决，容不得外人插手。但毕竟案件涉及到无色之王，市长决定从警察手里接手侦办，务必找出真凶，不能让扰乱秩序的人逍遥法外。无色之王的吞并游戏开始，在幕后提供支援的绿之王选择了旁观。每个拥有力量的王最终都会选择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多多良的遗体被带回了尊的房间，他是个孤儿，没有什么亲人。尊决定亲手将他火葬，他戴上了多多良的耳环，耳环里是多多良的血，他的火会将人烧到血骨灰什么都不剩，连个墓碑都造不出来，就用这个来代替他的墓碑吧。等埋葬完多多良之后，这笔账也该去清算了。费欧罗在海边举行了多多良的葬礼，棺木合上，尊亲手将挚友烧得什么都不剩，他用烧多多良的火给自己点了烟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不管谁生谁死，大海总是如此的美丽超然。多多良最后的遗言是，他过得很幸福，他选择了自己无悔的一生。尊也决心走自己的道路，去为多多良报仇。楚云知道尊这一走就不再回头，但是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尊为多多良报仇，一切又回到第一季的开始。安娜拽住尊，问他是不是要去报仇。尊说才没有那么冠冕堂皇，他不过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野兽离开笼子步入毁灭，因为他的锁坏了。